国防部宣布，6月6号，双方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6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始于2019年，地点也是在东北亚地区上空。此后，2020年12月、2021年11月、2022年5月、2022年11月分别进行第2次、第3次、第4次和第5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今年3月，中俄宣布根据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双方将定期进行海上和空中联合巡航，并举行联合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每次中俄联合巡航，日本都如临大敌。去年11月时，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升空进行所谓紧急应对。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还声称，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在日本周边的联合行动是对日本的示威，并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美防长奥斯汀还说，不寻求冲突，但不会在欺凌和胁迫面前退缩。但讽刺的是，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对前来抵近侦察的美军舰机进行警告驱离时，美方的玻璃心却发作了。相会前夕，美方炒作一架解放军歼16在一架距离广东省海岸线约50公里的美军 RC-135侦察机前飞出一个横切的动作进行警告，但美军声称歼16的尾流让 RC-135出现了颠簸。当时这架美军侦察机在对中国航母山东舰进行抵近侦察。此前还有外军侦察机被解放军歼16的拦截动作吓出心理阴影的报道。有媒体指出，这类事件的核心是害怕就别来中国周边转悠。类似事件在1周后再次发生。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相会演讲当天，美国中云号驱逐舰伙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海军苏州舰在中云号的船头前方快速横切，迫使后者改变航向。加拿大媒体曝光事发时的视频，并表示，最近时中美军舰距离不到140米。美军则再次炒作中方的拦截不安全。深圳卫视注意到，事件发生的第2天，国务委员兼防长李尚福就在相会上反问，既要过航台海，又要担心自身安全问题的美军。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它都是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那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军机和军舰从来都不会到这个其他国家领空和领海附近去做所谓的航行霸权啊。所以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人啊，管好你自己的军舰，管好你自己的飞机。然而，美方显然不想管好自己的军舰和飞机，反而是诉诸炒作。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海军其后公布了一则视频，再次向国际舆论装可怜，声称遭到了中方的不安全互动，并拿所谓航行自由说事。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美方这次反复炒作被中方拦截一事，5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再度贼喊捉贼。There was absolutely no need for the PLA to act as aggressively as they did. It won't be long before somebody gets hurt. 面对美方的装可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澄清事件真相。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权利，但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我们注意到，关于中美军用舰机近距离接触的问题，在昨天和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反复提及。对于美方形容中国舰船和战机的拦截行动越来越咄咄逼人，会导致事故增加的风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回应时再次重申，是美国军用舰机不远万里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维护航行自由，而是推行航行霸权，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行为的事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副所长张腾军向深圳卫视表示，近期中国舰机拦截美军舰机的2次事件，充分体现了美国的一贯做法，既要把坏事做绝，同时还要把好处占尽。源头是在于美国以及加拿大纠集军舰，试图通过过航台湾海峡的方式来加大对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军事威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它却倒打一耙，指责中方的相关的行为失当。所以显然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实际上是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既要展现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呢，又要在道德上占领高地，在舆论上去引导或者塑造涉华的这样一种负面的言论。所以这是美方的一贯的这样一种话语上的一种操作的策略，实际上是为了迷惑国际社会对此事的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方向。对于美国动辄拿出不专业的指责，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指出，专业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虽然2014年制定的海空意外相遇规则的附件规定了空中和海上的相遇应该保持安全距离，但什么是安全距离，取决于船只大小、航速、风向等很多因素，很难用一个数字具体写出来。而类似事件的核心实际上与美方口中的专业无关。试问，美军频繁前来中国家门口搞抵近侦察，这专业吗？美方的举动实际上是既要挑衅你，同时又不希望出事的霸权心态。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防长奥斯汀这次在相会的演讲原题目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后来临时改为“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实际上，这二者说的都是一回事。奥斯汀所谓的共同愿景，实际上是围绕美国的领导力展开叙事的，赤裸裸显示出美方想搞小圈子政治的图谋。实际上，作为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印度一直是美方拉拢的对象，但印度这次并未派部长级官员参加相会。美防长奥斯汀则在参加完相会后赴印度访问。5号在新德里举行的美印防长会谈上，双方宣布要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印度媒体认为这有望加强新德里的国防制造雄心。据悉，6月下旬，印度总理莫迪将访问华盛顿，国防工业合作也是其中重点。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从目前消息来看，相关合作可能涉及一些印度对美军购在本地组装生产的合作。印度好几年前抛出的核动力航母等技术，美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统计显示，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国防贸易从2008年的近零水平增长至2020年的超过200亿美元。印度从美国购买的产品包括远程海上巡逻机、C-130运输机、导弹及无人机。这样一些行为都是试图去在讲他们所谓的这个塑造中国周边的这个战略环境，从而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面对来自多方的这种压力。对中方来说，我觉得就2点。第一呢，做好自己的事儿啊，说白了就是说，中国的强大与否是取决于中国的自己，而不是美国的对华的策略的围堵。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在于中国要积极的开展我们的周边外交，继续的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打交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除他们所构建的这样一种包围圈。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与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联袂访华，您对此有何观察？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美国比较高层级的外交官员的访华活动，也是中美各个层级各个领域互动的延续。此次美国的国务院和国安会的官员访华，可能是为恢复中美之间常规的外交沟通和磋商做准备，也是为更高级别的外交活动做铺垫。中美关系在去年两国元首巴厘岛举行长时间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之后呢，已经触底了，并且呢开始反弹，包括布林肯访华这样的日程呢也在推进之中。非常遗憾的是呢，今年2月份的气球事件之后，美方的处理非常的不专业，导致已经处于触底反弹的中美关系落入新低，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形势比人强，中美关系终归还是要好起来。如同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搞好中美关系是一道必答题。